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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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2个月前，昆桑想要教儿子钓鱼，钓鱼先得学会挖土。为什么挖土呢？土里有一种小鱼不会拒绝的食物，那就是蚯蚓。想要钓到大鱼，就得抓点蚯蚓。挖了半天，啥都没挖到，倒是挖出了一堆这种虫子。啥玩意儿？这是？原来是土狗子、蝼蛄。这次昆桑不打算放过他们，想把他们带回家养起来。那么用什么来养蝼蛄呢？当然得是鱼缸。昆桑的命里缺缸，所以家里都会多准备一个空鱼缸。上次用鱼缸养蝼蛄，直接养消死了。弄了半天，好像养了一盆土。这次抓了这么多蝼蛄，昆桑决定改变饲养方式，找来一个小型的白色收纳盒，在盒子的两侧各钻一个孔，使用一节 PVC 管插在上面的洞里，用双面胶把收纳盒固定在鱼缸底部，把野外挖来的土混合腐殖土，再加上点刺玉土，是养小昆虫，是不能缺水呀。给土里加上充足的水，混合成泥巴，这个粘度不稠不稀正好。然后把泥巴放进鱼缸里，接下来把蝼蛄最喜欢的食物植物的根，也就是一盆胡萝卜放到泥巴上面，还有一盆是乌龟粮，可以给蝼蛄补充蛋白质。上次养蝼蛄的经历让昆桑知道，这小家伙胆子非常小，一旦意识到有人观察，他就会躲起来。这次有了这个泥巴里的观察窗口，把食物从管道里投放进去，钻进泥巴里的蝼蛄就会沿着墙壁挖洞，在挖到收纳盒的时候，就会被盒子里香香的味道吸引过来，这样就可以方便的观察小蝼蛄在地下的生活了。感觉这创意真不错，在他们饿了的时候，可以透过玻璃看到他们吃东西的场景，那还挺有趣的。看一下抓到的蝼蛄，身子的前面有2个前腿，这2条腿的作用是挖掘，把它拿在手上，它就开始在手指缝里挖了起来，感觉非常痒，像只小鼹鼠一样。这只已经掉进了食物盆里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再抓进去一只小蝼蛄，是典型的埃虫，它开始在泥土上奔跑，挖掘泥土，找个缝隙钻进去。除此之外，小蝼蛄还会游泳，也可以短暂的在天空飞行，是集海陆空3位一体的全能昆虫。再放一只进去，好家伙，这只跑得飞快。接着它跑到角落里开始挖土，想要分辨出蝼蛄的性别有点难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只蝼蛄就钻进了土里，寿命只有1年，和蚂蚱差不多。等到它们钻进下面的是氧盒，估计还得一段时间。而这只蝼蛄果然在吃乌龟粮，看来它们饿了一天，还没吃到什么东西，也不跟昆桑客气了。有的蝼蛄开始吃起了胡萝卜，还有的开始挖土，总共抓来10只蝼蛄。昆桑期待着它们可以来到地下的喂食区，在这里观察它们吃东西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观察鱼缸，可以看到泥土被翻过的痕迹，土壤变得松软。看来这次蝼蛄们没有逃跑飞走。再来看看喂食区，好像有蝼蛄进来过，一些泥巴被挖了过来，但是看不出食物被吃掉的痕迹。几个小时后，喂食区的孔洞处泥巴在动，看来这只蝼蛄已经挖到了这里。虽然挖到了出口，但是它就是不出来。3天后，昆桑半夜来偷偷观察鱼缸，泥土的表面只有一只大胆的蝼蛄跑进喂食盆里吃东西，而泥土下面的喂食区也有了动静。这里只看到一块胡萝卜在动来动去，说明有只蝼蛄在泥巴里偷偷地啃食它。7天后，蝼蛄们还是很胆小，没怎么出来吃东西。昆桑干脆直接把胡萝卜撒在泥土上。14天后，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只蝼蛄的影子都看不到了。不管是在泥土上还是泥土下面，想观察它们确实太难了。就连地下的喂食区都堆满了泥土。当昆桑喂给它们胡萝卜的时候，它们会把食物拖进泥巴里进食，这样根本就观察不到它们吃东西的样子。那么还是得照常给它们食物，顺便模拟一下自然下雨的感觉。给鱼缸里加点水，接着昆桑把摄像头放在鱼缸前面，看一下胡萝卜的状态。慢慢的，胡萝卜和泥巴都在动，这说明蝼蛄们已经闻到了香味。60天后，昆桑觉这次的蝼蛄是养庄子又失败了，无法观察到蝼蛄吃饭，那么养它们就相当于养了一盆土。不过神奇的事儿发生了，经常喂食胡萝卜，蝼蛄会缺少营养。昆桑还用一个小盆子喂给它们薄片鱼食。在观察蝼蛄吃鱼食的时候，昆桑发现了几个小东西，原来这是蝼蛄宝宝。没想到成功的繁殖出了小蝼蛄，仔细的看了一下，
泥巴里也有大量刚出生的小蝼蛄，那么这次饲养还算成功。好了，本期蝼蛄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